嘿嘿嘿嘿，小蜘蛛。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么今天和你们介绍的是这款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毒液。原本这款产品是预计要在2022年才会出货的，然而它的出货时间却被提前到了今年的9月份。我个人猜测可能是要蹭一下毒液2的热度吧。反正不管怎么样，能够提前玩到这款产品还是非常让人激动的哈。那么在电影中，毒液的表现真的是相当不错啊。我一些完全没有看过漫画原作的异性朋友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都表示毒液太有男友力了，对这个角色瞬间路人转粉。足可见索尼这部电影呢也拍的确实挺成功的。那么在我拍摄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毒液的第2部已经上映了，只不过内地目前还看不到啊，比较可惜啊。说回玩具本身，这次毒液因为体积较大的关系，所以包装盒的尺寸呢也是非常巨大的。而且 Hot Toys 的毒液呢还分为了普通和 VIP 2个版本，我手上这款呢就是 VIP 版。那么相比较于普通版来说， VIP 版会增加哪些配件，包括这款 Hot Toys 毒液它自身的素质表现又到底如何？好了，知道这期视频你们等了很久，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今天的测评吧。在主体方面，我们首先拿出1:6的红黑蜘蛛侠进行一个对比，可以看到二者尺寸上的差距真的是一目了然，毒液可真大啊！话说你们是更喜欢毒液还是蜘蛛侠呢？评论或弹幕里面说说呗。然后我们拿出 Hot Toys 之前出品的毒液死侍来进行一个比较，那可以发现这2款产品它们的高度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论体型的话，毒液死侍是要比毒液更壮实一点的。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个造型更好看呢？也可以评论或弹幕里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哈。另外对比下去不难发现，二者黑色皮肤部分的质感是比较接近的，都是高光的涂装，但是因为毒液死侍是游戏版的关系，所以它身上的经络就采用了紫色的涂装，跟电影版毒液的白色涂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哈。顺带一提，这款毒液死侍现在价格其实比当初的预定价便宜了不少，而且尺寸也挺大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买一个回家收藏什么的也挺好啊。话题好像有点扯远了，下面我们回归主题，把注意力放在本次电影版毒液的主体上吧。首先，因为这款产品采用了半包胶结构的缘故，所以身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关节接缝外露，最为显眼的就是手臂和身体的这里以及胯部的破绽了。HT 这样做用脚想都知道，肯定是为了让本体获得更高的可动性，对吧？但实际把玩后呢，我发现手臂这里采用分体式的结构还能理解，但胯部做成分体式的真没啥必要。这个部分我们后面的可动环节再跟大家细聊啊。那么撇开这个比较明显的关节接缝破绽之外，这次毒液整体的体型刻画其实也并不能让所有玩家满意。有部分迷友表示毒液的体型明显是做瘦了，那么实际对比电影原设定图的话，可以发现好像是瘦了一点，要是玩具本身能做的再壮实一些就更好吧。但就目前这个体型的表现来说呢，我个人还是 OK 的，也没有说真的差到完全无法接受的地步。当然了，如果你不满意的话，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对吧？你不买就完了嘛。那虽然体型还不还原还存在一定争议，但细节部分的刻画还是可圈可点的。首先，因为身上主要的地方都采用了包胶的结构，所以说摸上去的话呢是软软的，手感相当的不错，而且皮肤表面的涂装包括纹理细节的表达都很好的再现出了原作中的质感。那仔细看的话呢，黑色的皮肤其实是有渐面涂装的，在特定角度下能泛出紫色的光泽。另外肌肉线条的刻画也比较带感，这个身材还是挺健硕的，跟我有的一拼。同时在头雕的呈现上呢，我个人觉得造型也是非常还原的，包括牙齿部分的细节刻画以及表面高光涂装所呈现出来的质感也是相当到位的。双眼则是采用了透明零件加上渐变的涂装来再现，整体的质感非常不错，而且造型也是很还原的，有那味儿了是吧？那另外呢，还可以替换上张嘴造型的替换头，因为是磁铁吸附的连接方式，所以替换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同时呢，嘴巴中间的舌头也是给了3种不同造型的替换键，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安装。舌头的细节和涂装呢也都可以令人满意，那么对比下就可以发现张嘴的替换头啊，在造型上和普通头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这部分呢基本就是一个完全新规的零件。而且张开来的血盆大口里面的造型还有涂装都挺好的。同时呢，我个人认为毒液始终是要嘴巴张开来才会更有味道一点，对吧？所以说平时呢，我应该都是会换上这个张嘴的头雕来进行一个摆放展示的。
转到背面可以发现，在背部这里是有3块盖板存在的，虽然平时远观的话并不太显眼，但凑近瞧还是能看出破绽的。那么这个盖板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看到后面你就懂了。OK， 外观部分呢，咱们就先看到这儿。接下来说说可动性啊。首先头部因为本身就是磁吸附的连接方式，并不存在实体关节，所以各个方向的活动性呢都很好。手臂360度转动呢也没有问题，同时内部关节还能微微拉出来一点，这样呢前后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平举的话是齿轮关节，幅度大概是90度不到一点。二头肌部分也是齿轮关节，但是左右平转的幅度不大。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左右，同时因为齿轮关节的缘故，所以不用担心包胶会出现回弹的现象。手腕除了可以转动之外呢，也可以向各个方向自由的活动。身体内部呢也用到了齿轮关节，保持力度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向各个方向的活动幅度都比较一般，而且左右转动的时候还会出现回弹的现象，所以这个部分的可动呢确实不太能令人满意。下半身方面，大腿根部有一个下拉式的关节，不过只能拉出来一点点，而且你会发现即便拉出来后呢，腿部向前向后的可动性也只能说很一般，可能也就是侧踢的范围会稍微大一点罢了。同时就算有下拉关节，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呢，也极易发生包胶材质表面的刮蹭现象，所以这个地方做成分体式的结构，既没增加什么可动，而且还容易刮蹭，那还不如直接像毒液死士那样做成一体的包胶结构来得好，你说是吧？至少外观看上去呢，视觉破绽会小一些。大腿的平转可动，因为有根部球形关节和内部齿轮关节2个活动关节存在的缘故，所以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可观的。膝盖部分弯曲的最大幅度是90度不到一点，而且弯曲到最大角度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回弹的现象存在。脚掌方面，为了更好的可动性，也是做成了分体式的结构，不过实际上向各个方向的活动范围也就是一般般，谈不上很好。而且我觉得缺少了前脚掌活动关节之后，对于摆 pose 的限制还是挺大的。虽然 HD 没多加这个关节是为了外观一体性的考量，但既然整个脚掌都做成了分体式的结构，那索性再多给一对前脚掌半弯曲状态的替换造型零件，应该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吧？反正这款 Hot Toys 毒液的可动性确实是比较一般的，想要摆出有张力的战斗姿势的话，会比较考验你摆 pose 的功力，再加上包胶材质的限制，所以这款产品并不适合经常拿在手中把玩，估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开箱后呢，简单摆个姿势就入柜摆放了吧。配件的话还算是比较丰富，造型手一共是3对，除了普通的握拳手型外，开掌手型自然也有附属，而且这个造型的刻画呢还是比较有张力的。另外呢还附带了一个左手伸出食指的手型，同时也给了一个握持武器的手型，不过只有右手的。替换的时候可以发现，毒液的手腕关节与一般的 HD 人偶不一样，它是一个双球形关节，安插的手感不错，可动性也有保障。然后替换的张嘴头跟舌头之前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毒液的手部武器啊。HD 这次呢，一共是给了3种，分别是大镰刀、伸长状态的爪子以及把双头刀。那么我们先来看大镰刀，尺寸非常巨大，很霸气。斧刃部分呢，采用了与手臂连接处不同的纯黑色涂装，再加上非常丰富的细节刻画，所以外观上的表现我是很满意的。那整体呢，其实是采用软胶零件制作的，不过斧刃部分的材质会偏硬一点就是了。安装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先拔下造型手，然后再通过内部的凹陷与主体的球形关节相连接就可以了。然后是这个伸长状态的爪子部件，也是软胶零件做的，不过前面这3个小爪子内部并未埋入铁丝，所以并不能凹造型。安装的方式呢和大斧子一样，这里就不细讲了哈。另外有意思的是，说明书上说斧子要安在右手，而爪子呢则应该安装在左手上，但我互换了一下，发现其实也没啥问题，并不会有什么造型上的干涉，所以这个部分呢你怎么开心怎么来，不一定非得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来把玩。最后这个刀子其实并不是毒液自己的武器，而是电影中暴乱用来刺穿艾迪身体的那把刀。那最后呢，毒液也是用这把武器把德雷克的火箭给毁掉的。所以说说明书上称这个武器为爆魔刀子，我感觉并不准确，应该叫暴乱的刀子才对吧。那么材质的话呢，与之前2个武器不同啊，它是采用硬质塑料制成的，而且边缘比较锋利，所以把玩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别划伤手。安装的话就是直接怼进对应的右手握持武器手型中就可以了，插进去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武器的朝向和方位，要不然可能就装不上去了。
其实电影中毒液的武器形态不止这3种，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盾牌 ，HT 这次就没能还原，感觉上还是比较可惜的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款毒液的一大卖点，也就是安装在背部的共生体触手配件。普通版呢是给了3个，如果你购买的是特别版的话呢，还会再多附属一个触手配件。那这些触手配件呢都是软胶材质制成的，同时内部呢还埋入了铁丝，所以能够凭自己的喜好自由的进行角度上的弯曲。不过可能是用到了包胶材质的关系啊，所以仔细看的话呢，上面会有一些气孔，这个我猜应该是防止你弯曲的过程中发生开裂的情况吧。反正玩的时候呢，小心点总归是没错的。可以发现这4个触手配件中只有1个是纯触手的造型，剩下3个呢都有毒液头部的造型刻画，一个呢是闭着嘴巴的，而另外2个呢则是张着嘴巴吐舌头的样子。可能因为尺寸较小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毒液头部的细节刻画包括涂装呢就不如本体的头雕来的精致了。而且对比下普通版和 VIP 版里所附属的触手上的张嘴头，就不难发现，除了触手的数量有区别之外呢，二者在舌头部分的造型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想要将触手配件安装在主体上，首先需要取下毒液背部的3块盖板，取下后呢，背部就会露出3个孔洞，接着呢，将对应的触手配件安插进去即可。那因为造型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些触手配件的安装位置也是固定的，并不能像手部武器一样，你想插哪就插哪。另外你会发现触手配件的根部是软胶，所以全部安装上去之后呢，在造型上是不会有什么破绽的。这些触手就好像是真的从毒液背部生长出来的一样，而且由于背部只有3个洞嘛，所以说最多也只能搭载3个触手配件。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 VIP 版的话，那么注定有1个触手你是装不上去的。另外这里再多说一句啊，拆下来的盖板一定要小心保存，如果不慎丢失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最后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地台。因为毒液尺寸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地台也比一般的1:6要大一些，这其实就是1:4的规格了。在正面是印刷有毒液标志性双眼的图案，而且还采用到了亮银色来再现。仔细看的话，上面还有一些泼溅的效果，所以这对眼睛还是比较醒目的。另外在地台正面的名牌虽然不是金属名牌，但是仿金属的质感做的还是很到位的。正面毒液的英文字母摸上去还有立体的感觉。支柱部分就是普通的透明塑料管加拖裆式支架，支撑主体这件事那自然是小 case， 但想要借助这个地台摆出腾空的姿势，我只能说你在想 peach skirt。那么看到这儿，这款 HT 的毒液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其实这款产品还是有很多遗憾的。首先主体上的关节破绽比较明显，而且这么做其实最后也没有对可动性有多么显著的提高，是吧？另外武装附属不全，也让人感觉有点小失望。但最大的槽点就是居然没给汤老师的真人头雕。不过最骚的是啊，虽然这款产品里没有，但是 HT 居然把汤老师的真人头放到了后续公布的屠杀豪华版内，这个捆绑销售的操作真是没谁了。我只能说 HT 学到了万代的精髓 skirt。 同时 VIP 版都附属的这根触手配件，我个人觉得其实可有可无，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配件或者钱多烧得慌的话，那么买普通版就好了。不过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啊，这款产品2580元的官方定价本来就不便宜，而且在出货之后呢，现货价格还出现了一定的上涨，目前普通版都要3000加， VIP 版还要更贵，所以如果之前没预定的话，还是不推荐大家追高吃现。毕竟在屠杀的官图中，你会发现这里毒液的地台图案其实和本品是不一样的，所以 HT 这是很有可能要出 2.0 的节奏啊。总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OK， 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你对这款 HT 的毒液有怎样的看法呢？也欢迎留言评论和我一起探讨下哦。最后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觉得节目做得不错的话，也请多多3连点赞支持一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